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们是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的这个马来西亚知识型频道，自己讲会不会奇怪？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土生华人。听到土生华人这个词，你的脑袋里面出现的是不是我们的爸爸 and Nyonya 嘞？马来西亚的这个土生华人啊，主要是分布在槟城、马六甲、吉兰丹还有登嘉楼。你是不是想讲说，等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吉兰丹跟登嘉楼的？不是在槟城跟马六甲罢了的咩？你是不是很好奇呢？为何吉兰丹还有登嘉楼也有土生华人？什么？你竟然连土生华人这个词你都不懂啊 ？OK，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所谓的知识型频道呢，就要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呢，荧光笔就要来好好的给你介绍其中一批土生华人。这边呢，我们要追溯回早期华人下南洋的故事啦。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吉兰丹华人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这个资料显示啊，吉兰丹大约有44300名的华人，仅占吉兰丹总人口的大约2.38%。而吉兰丹华人的故事呢，开始于3条河流的连接点，也就是 Sungai Bengkalan Datu、Sungai Kemasin 以及 Sungai Kelantan。由于吉兰丹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早期中国移民更容易抵达的地方，所以呢，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华人的迁移还有落户呢，其实是更早于西海岸的华人的。那吉兰丹以前呢是泰国的属地之一嘛，据中国清代的这个地理著作《海路》记载，沿着吉兰丹河一带居住的华人，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福建。当时候呢，他们是不被允许呢跟当地的穆斯林女子结婚的，所以呢，他们大多数人就会选择跟暹罗人通婚，因此呢，就形成了 Hokkien Siam 福建暹。在吉兰丹这边呢，本身会称为 Cino Kampung 或者是 Cino Peranakan。那吉兰丹福建暹呢，是福建人和暹罗人的后代嘛，他们本身呢是不按中文的，平时呢都是以马来语掺杂一些泰语还有福建话来进行沟通。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聚集地那边附近没有华小，要去镇上的华小上课的话呢，是需要有一段的路程的，所以呢，就有一些父母呢就决定把孩子送去马来学校。吉兰丹目前有70座乡村呢，都是坐落于吉兰丹河的两岸。河呢是从化旺生 Guamu 上流到道北，就是东巴。而丹纳美拉的这个 Pasir Parit 呢，是福建暹最大的聚居地。而另外一个新村呢，则是在丹纳美拉的 Kampung Jelado。好的，了解完了这个福建暹的历史，我们就要先进入文化的部分了。福建暹老一辈的姓名呢，都会掺杂一点马来文的，比如说 Law Awang 以及 Yao Meli。由于呢，福建暹受到暹罗文化还有马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呢，在服装还有文化上面呢，都会带着暹罗及马来色彩的哦。老一辈的福建暹呢，他们是会穿着纱绒啦，用手抓饭吃啦，以及不按中文，但是呢，他们还是会维持着华人传统文化，包括祭祖、庆祝华人佳节，以及信奉佛教以及道教。福建暹的屋子呢，也有受到马来浮角屋的这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在屋顶上面呢，都是铺满了如鱼鳞般颇具泰国色彩的 Singhora 米瓦。大门入口的两侧呢，则会挂着春联。而大厅的正中央的神台呢，会写着神或者是一些神灵的名字，包括填上圣母啊、福德正神啊，以及关圣帝君等等。屋子也有分成大、中和小，并且呢有2个主要的区块，也就是主屋 Rumah Ibu 和厨房屋 Rumah Dapur。厨房呢是供起居仰卧和招待宾客的用途，而厨房呢则是用来煮食用餐，还有洗衣间。祭祖呢也会跟其他的华人一样，他们也是会食用猪肉的这个祭品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又是怎样呢？福建暹呢还是以中华菜肴为主的，但是呢，因为受到了马来社区环境还有暹罗母亲掌厨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多多少少都会掺杂了暹罗特色食物以及马来食物。最为有名的呢就是烘巴，是以猪肉掺杂鸡肉呢一起烹饪的。那另外一道菜肴呢就是烤酱，也就是 nasi kerabu 的姐妹饭。看
看了是不是会很想要吃呢？有很多朋友超喜欢吃的，可是好像听说工很多。而在丹丹美拉呢，其实也有一栋呢由老厝呢改造而成的第一间吉兰丹土生华人文物馆，可以让民众们去参观和了解吉兰丹福建弦的这个故事的。所以有兴趣的民众呢，你下次去到吉兰丹玩的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文物馆加入在你的 travel list 里面啦。吉兰丹的福建话呢，跟其他地区的福建话，也是不同的哦。那讲到福建弦嘛，肯定就要提起他们的福建话哦。你知道吗？吉兰丹福建话呢，受到这个泰国还有吉兰丹本地的马来方言影响啊，所以跟其他地区，比如像是槟城啊，还有吉隆坡一带的这个福建话，非常的不同。吉兰丹的这个福建话呢，因为受到这个泰国的口音影响，叫 Hokkien Way。如果我发音错的话，在下方留言帮我纠正一下。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呢，我们是讲 Hokkien Way 或者是 Hokkien Wa 的嘛。那还有一些有趣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讲 Bot Do Tiang 槟城呢会讲 Bot Do Tiang 或者是 Bak Do Tiang。可是呢，吉兰丹的福建话呢，则叫做 Tiang Bak Do， 还是跟着马来文的这个 grammar Sakit Perut 哦。而且呢，也会使用这个暹罗的 lui 和 no 作为这个语助词的。比如我还没有吃饭lui，我不懂我发对吗？但是 no 应该是对的好像是 no 这个在阿罗斯达那边也是会有人这样子讲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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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受到泰国音的影响，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即使福建弦呢，他们不太会中文但是呢，他们也非常努力的让子子孙孙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呢，也会送他们去华小上课。所以呢，现在呢，年轻一代的这个福建弦呢，有一些也是开始比较懂得说华语，也有努力的维护祖先所留下来的中华文化。福建弦的出现呢，反而是可以凸显大马各族的多元性，并不像是一些人士所说的吉兰丹的华人都被同化了的这个现象。同场加映。登州土生华人，其实呢，登州呢也有土生华人的哦，他们被称为美娘及阿旺 ，Mat and 阿旺，对吗 ？Mat and 阿旺，我也不是发音有没有对 ？OK， 很有知道的留言。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青蛙郎，穿着纱绒的人。那他们的习俗呢，跟吉兰丹的福建弦很相似只不过呢，这个登州的土生华人呢，一般呢都是和同族通婚，女性呢是穿巴蒂的，而男性呢是穿 kain pelikat 以及白色的 T 恤。目前呢，居住在这个登州的土生华人呢，大约有1000人在瓜登多数呢都是住在唐人街，其他地区呢包括了这个迪尔、巴都拉吉以及土布达吉等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呢？哇，这个数量真的是好少哦，真的想要去看一看，跟大家交朋友。那如果说呢，你是有接触过这一些土生华人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的这些经验有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文化可以介绍给大家的。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一集影片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知识。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想要问问大家你们之前到底有没有听过土生华人这个词呢？有或没有都跟我们讲一下哦，或者你自己就是赶快来打声招呼。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真的很精彩。尤其是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多元，族群好多。要完完全全认真的认识的话呢，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推广还有交流。我们希望呢，荧光笔真的是有帮上忙。那支持我们的朋友呢，你们可以透过加入会员的方式呢，来支持我们走更远。基本上呢，每个月只要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给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呢，拍更多的影片，或者是可以走更长远的路，陪伴着大家哦。那当然，我们有什么会员福利呢？会员福利你是可以选择投票，或者是可以听我们的撰稿的这一个留声机，他们会把一些没有收录在我们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心得或者是资料呢，另外录一集。目前你还是可以在公开的区域看得到，不过我们很快的呢就要关下来了，因为那个是 first try， 就是给试用期让大家感受一下。之后呢，很快我们就会锁起来了，到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正式的加入咯。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有什么想法留言区见。那我们就下个礼拜3或礼拜6见咯。